我们今天要讲一讲代谢综合症。代谢综合症实际上目前困扰的我们普通人的健康的百分比相当的高。就代谢综合症目前有统计数据的地方，全球范围内成年人大约占12%到31%，可是不同地区差异很大的。亚洲地区的患代谢综合症的人口比例比平均来说高了蛮多的。代谢综合症里面最典型的定义就是看肚子，肚子鼓出来了，基本上就是表示你的内脏脂肪开始堆积了。内脏脂肪之所以会堆积，多数原因是因为代谢综合症的关系。第二个，你血糖异常，血糖异常代表的是你的血糖和你的胰岛素的关系。如果你的血糖即使是维持正常的，可是你的胰岛素很高了以后，一样是一种异常。这种异常呢，也是代谢综合症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甘油三酯，你的甘油三酯偏高，然后你的高密度偏低，这两个东西的比值拉开了，你就需要小心了。再来就是原发性高血压了。这几个综合因素作为判断代谢综合症的标准。代谢综合症本身不是一种病它是一套现象。刚刚我们讲的那5种不同的表现，如果你中了2种3种的话呢，你就需要特别的小心了，因为你身体的代谢健康在这个状态底下会越来越不好。只要你不做出改变，那它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有可能，比方说胰岛素抵抗，比方说2型糖尿病，比方说心血管疾病，心梗中风脂肪肝艾滋海默所以最后它变成一个慢性病的温床。所以如果你关注到你自己身体有代谢综合症的种种表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开始关注这件事情，想办法逆转了。好了，那现在我们要来聊一聊代谢综合症的真正的起点在哪里了。它的起始点是在你丧失你的代谢灵活度的那个时候开始的。什么叫做代谢灵活度？什么叫做丧失代谢灵活度？我跟各位说，在我们年纪小的时候，我们身体的代谢灵活度非常高的。我们的身体在我们还在吃母乳的时候，同时可以燃烧脂肪，同时可以燃烧葡萄糖的。我们的身体可以在葡萄糖和脂肪之间灵活切换。当我们短时间没有食物可以吃的时候，我们身体非常轻易的就在体内找到可以燃烧的能量。体内可以燃烧的能量可能是来自于肝糖原，可能我们做比较剧烈运动比较需要多一点能量的时候，可能是肌糖原。如果肝糖原跟肌糖原的调度都比较不顺利的时候，可以帮我们从糖益生的角度制造能量。当你这些调度能量的这些系统能够非常灵活的切换，高度灵活的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你有代谢灵活度了。但这个代谢灵活度在什么时候失去的呢？在我们小的时候开始吃高糖食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有一个特点，你食物吃下去的热量，我们身体呢要优先把葡萄糖燃烧掉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饮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越来越多，不只是我们的主食，还包括我们的零食，包括我们喝的饮料，包括我们吃的甜品，全部都加在一起。我们饮食里面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越来越多，我们身体要优先把它用完，才可以轮到脂肪。直到有一天超过这个阈值了，我们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就渐渐丧失了，身体的代谢灵活度就开始僵化了。吃高糖饮食的另外一个视角导致我们代谢灵活度僵化，是因为血糖高带来的高胰岛素。胰岛素才是真正控制我们代谢灵活度的最重要的一个激素如果我们容许我们身体里面胰岛素长期在比较高的地方的话，我们的代谢灵活度就完全僵化了。这个是代谢综合症的起始点。今天我们已经成年了，我们成年人要恢复我们的代谢灵活度，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饮食，把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减到最低的限度，然后呢把脂肪的热量拉起来，让我们身体依赖脂肪为能量。经过1年2年的时间的适应以后，你碳水化合物控制的越好，你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越来越高，身体燃烧脂肪，这个时候你的代谢灵活度渐渐的就回来了。你就会发现本来肚子鼓得很大的，这个时候肚子慢慢平了。你会发现你的甘油三酯本来很高的，这个时候你甘油三酯下降了。你会发现以前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很低的，这个时候高密度脂蛋白升上来了。你会发现很多代谢综合症改善的迹象跟症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你学会这个诀窍，你自己懂得如何改变的时候，你们家的孩子有救了。要在小的时候就不要让他们失去他们的代谢灵活度，不要给他们吃添加糖，少给他们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他们的身体的活动量大，他们需要碳水，给他们吃根茎类的碳水。各位，我告诉你们，胰岛素反应大才是真正让我们失去代谢灵活度的主角。所以如果我们给孩子们吃根茎类的碳水化合物，它引起的胰岛素反应比较低，对他们保持或者是恢复他们的代谢灵活度帮助非常大。
所以要避免代谢综合症，要从小做起啊。